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在省城担任正厅级干部。有一天晚上，妻子对我说：“老韩啊，你已经几个月没有去看望你的父母了，你应该抽时间回老家看望一下你的父母。”我说：“好，这个星期六我就回老家看望他们。”要说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星期六。我吃过早饭后就出门了。我的父母居住在杏花村。杏花村是一个大村庄，村庄上住着500多户人家。我的父亲叫韩大山，我的母亲叫吴梅花。我回到老家后，我的父母十分高兴。我的母亲说：“小文今天回来，我马上去杀2只鸡。”我的父亲说：“我去镇上买1只烧鹅。”我的父亲说完，就骑着电动车去镇上了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和父母一边吃饭一边交谈。忽然，我的邻居李大婶到了我的家里，他对我和我父母说：“孟大根又欺负张丽丽了。”我的母亲说：“孟大根真的是太不像话了。我是认识孟大根的，他是我的小学同学。我记得他上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。”我问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的母亲说：“小文，是这样的，孟大根现在是村书记，他在去年就开始欺负张丽丽。张丽丽是外地女人，去年嫁给了秦文才。由于张丽丽长得漂亮，孟大根见张丽丽漂亮，便打张丽丽的主意了。于是他经常勾引张丽丽。但是张丽丽是一个正经女人，所以每次她勾引张丽丽，都遭到张丽丽的拒绝。由于张丽丽拒绝她，所以她便经常找张丽丽的麻烦。我的父亲说，秦文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男人，他认为孟大根是村书记，他要是为张丽丽撑腰的话，那么孟大根肯定会找他的麻烦。所以他对于孟大根找张丽丽的麻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说，这个孟大根真的是太不像话了。李大婶对我说：“韩文啊，你在省城工作，见多识广，你应该为张丽丽主持公道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吃完午饭后就去找孟大根谈谈。”李大婶说：“我陪你一起去。”下午的时候，我和李大婶去村委会办公室了。我们到了村委会办公室里后，发现办公室里有3个村干部，其中一个村干部正是孟大根。我跟孟大根打招呼，但是他对我是爱理不理。我见他对我爱理不理，没有跟他计较。我对他说：“孟书记，我听说你经常找张丽丽的麻烦，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？”孟大根听完我的话后，对我说：“韩文，你不住在村里，就不要多管闲事。你要是多管闲事的话，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”我说：“孟书记，我只是问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经常找张丽丽的麻烦？你只要回答我就行了。”孟大根说：“韩文，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不回答你。我劝你赶紧离开，不要多管闲事。”我说：“我是不会离开的，我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经常找张丽丽的麻烦。”孟大根说：“韩文，我给你脸了吗？你不要在这里死搅蛮缠，你不就是在外面工作吗？我告诉你，虽然你在外面工作，只是拿一点工资，我现在做生意赚钱，你看我有别墅和豪车。”这时候，李大婶说话了，她说：“孟大根，我问你，你做什么生意的？你说做生意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生意。你是村书记，就那么一点工资，你哪来的钱买别墅和豪车的？”孟大根说：“对李大婶，你经常在外面胡说我都没有找你。我今天警告你，你要是继续胡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”忽然，我的口袋里的手机响了，
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我看了一下，发现是这里的县委书记的电话。县委书记姓宋，宋书记在电话里对我说，他刚才接到我的妻子的电话，我的妻子告诉他，我回老家看望我的父母了，于是他给我打电话了。宋书记，我现在在杏花村，这里的村书记欺负一个女人，还嘲笑我，你能不能来一下？韩厅长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我给宋书记打完电话后，对孟大根说，你经常找张丽丽的事，我管定了。我刚才给县委的宋书记打电话了，他说马上就过来。孟大根哈哈大笑，然后对我说，韩文，你不要以为你在外面混了很多年，会玩滑头，但是我不是被骗带的，谁知道你刚才是给谁打电话的？说不定你刚才是给你的朋友打电话的。我说，我是不是给宋书记打电话？你等一段时间后就能知道。李大婶悄悄将我拉到一边，然后悄悄地问我，韩文，你刚才真的是给县委书记打电话的吗？我说，我刚才是真的给县委书记打电话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过了40分钟。忽然开来了一辆小汽车，小汽车停下后，从小汽车上下来一个男人。孟大根看到这个男人后，对我说，韩文，你告诉我，那个男人是县委书记吗？我看他就不像县委书记，你就是糊弄人。那么，这个男人是不是宋书记呢？我的回答是，这个男人不是宋书记。既然这个男人不是宋书记，那么他是什么人呢？原来他是县委办公室的周主任。周主任是认识我的，他走到我的面前，然后对我说，韩厅长，宋书记等一会就来。周主任刚说完，对周主任说，你这个家伙和韩文一样会糊弄人。周主任说，你是谁？孟大根还没有回答，我就对周主任说，周主任，他是这里的村书记孟大根。周主任听完我的话后，对孟大根说，你身为村书记，怎么这样讲话？孟大根说，我就这样讲话了，怎么样？我对周主任说，周主任，等宋书记来了以后再说吧。大约过了10分钟后，开来了一辆小汽车，小汽车停下后，从小汽车上下来一个男人。我认出了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正是宋书记。宋书记看到我以后，向我走来，他走到我的面前，然后对我说，韩厅长，我来迟了。我说，宋书记，你来的不迟。宋书记说，韩厅长，您在电话里对我说，这里的村书记经常找一个女人的麻烦，现在村书记在哪里？我指着孟大根对宋书记说，他就是这里的村书记。宋书记对孟大根说，你就是这里的村书记孟大根。孟大根对宋书记说，又来一个糊弄人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里的村书记。宋书记说，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这个村书记很嚣张。宋书记说完，叫周主任给这里的镇书记打电话。镇书记姓何，很快，周主任就拨通了何书记的电话。何书记，我是周主任，宋书记现在在杏花村，他叫你马上来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何书记就赶来了。他赶来后，热情地跟宋书记、周主任打招呼。宋书记向他介绍了我。何书记知道了情况后，大骂孟大根。到这个时候，孟大根才知道我是省厅的厅长，宋书记是县委书记，周主任是县委办公室主任。他满脸堆笑地跟我道歉，然后又跟宋书记、周主任道歉。我对他说，孟书记，我现在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有没有经常找张丽丽的麻烦？孟大根想了想，然后说，我确实经常找张丽丽的麻烦，不过
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找他的麻烦了。我回到省城后不久，就接到了宋书记的电话。他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韩厅长，孟大根已经被撤销了村书记职务。”晚上的时候，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小文啊，现在孟大根已经被撤销了村书记职务，接替他的位置的人是陈书记。陈书记这个人和孟大根差不多，这几天他开始找张丽丽的麻烦。”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明天就给宋书记打电话。”第二天上午，我给宋书记打电话了。我在电话里告诉他，昨天晚上我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了。我的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陈书记开始找张丽丽的麻烦。现在说一下陈书记的情况。陈书记原来在外地打工，先是在建筑工地打工，后来他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。他创办建筑公司以后，赚了不少钱。后来由于建筑行情不好，他便回到了杏花村。他回到杏花村以后，就创办了一家配件厂。在杏花村，他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陈书记没有做村书记的时候，没有找张丽丽的麻烦。他当上村书记后，就开始找张丽丽的麻烦了。原来陈书记的儿子是残疾人，当初陈书记的儿子想娶张丽丽，但是张丽丽嫌弃陈书记的儿子是残疾人，所以没有嫁给陈书记的儿子。因此陈书记在心里怨恨张丽丽。他没有当上村书记的时候，由于手里没有权力，所以没有找张丽丽的麻烦。但是他当上村书记后，手里有了权力。他的手里有了权力以后，就开始找张丽丽的麻烦了。3天后的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她在电话里告诉我，陈书记不敢再找张丽丽的麻烦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她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孟大根被县纪委的人带走了。原来上午的时候，孟大根正在家里和妻子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忽然3个男人进入了他的家里。在他的家里，3个男人拿出了证件，原来3个男人是县纪委的。很快，孟大根就被3个男人带走了。那么，孟大根为什么会被县纪委的人带走呢？原来有人举报他侵吞村集体资产。举报的人还向县纪委提供了他侵吞村集体资产的证据。孟大根被县纪委的人带走后，杏花村的村民们拍手称快。时间流逝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3年。这时候的宋书记已经被提拔为副市长了。他被提拔为副市长后，新的县委书记上任了。新的县委书记姓方。方书记上任后，就免去了陈书记的职务。原来方书记的一个亲戚就住在杏花村，他的亲戚告诉他，陈书记和杏花村的留守妇女乱搞。很快，方书记就让镇党委暗中调查陈书记。结果镇党委通过调查后发现，陈书记确实和杏花村的留守妇女乱搞。于是镇党委研究决定，撤销了陈书记的村书记职务。陈书记被撤销村书记职务后，镇党委派了一个36岁的女士到杏花村担任了村书记。女士姓冯，冯书记上任后，积极发展村级经济。经过2年多的发展，杏花村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。村民们纷纷说，冯书记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村书记。冯书记在杏花村担任村书记3年后，被提拔为副镇长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很痛苦，我的妻子出轨了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一个人站在郊外的一条河的河边，我不停地抽烟，时间在慢慢流逝。忽然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，
我的念头就是我要调到外地去工作。可能有人要问我了，我的妻子出轨了，为什么我不阻止她出轨，或者跟她离婚？现在说一下具体的情况。我在县民政局担任副局长，我的妻子在县中学担任副校长，她的出轨对象是县长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劝妻子不要再出轨了，但是她对我说，她想获得提拔，县长对她说了，会提拔她的，所以她是不会和县长断绝情人关系的。我要是硬逼她和县长断绝情人关系的话，那么她就和我离婚。我不想离婚，因为我的女儿正在上初中。我要是和妻子离婚的话，那么肯定会伤害到女儿。一旦女儿受到伤害，那么学习成绩会下滑。我不能害女儿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给杨文打电话了，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现在在外省的某县担任县委书记。我在电话里说了我现在的情况，接着我对他说，老同学，我希望你能帮忙将我调到你那里工作。杨文说，赵山，我会想办法将你调过来的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对妻子说，曹燕，我已经给杨文打过电话了，我请他帮忙将我调到他那里工作。我的妻子的名字叫曹燕，你调到杨文那里工作，女儿怎么办？曹燕问我。这样吧，我先调过去工作，然后让女儿转学到我那里读书，由我照顾女儿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不反对。不久，我就调到了杨文所在的县，担任了县财政局副局长。杨文所在的县叫丰华县，丰华县是光华市下面的一个县。我的工作稳定以后，我让女儿转到了丰华县中学读书。一天晚上，女儿忽然对我说，爸，我知道妈出轨了，您为什么不跟她离婚？我说，女儿啊，我不离婚是为了你，我要是和你妈离婚了，肯定会伤害到你的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女儿说，爸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很坚强的，就算您和妈离婚，也不会伤害到我的。我说，大人的事，你作为一个孩子，就不要过问了。你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，争取以后考上名牌大学。一天上午，我接到了杨文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叫我去他的办公室。于是，我接完他的电话后，就去他的办公室了。赵山啊，我给你提一个建议，既然你现在已经到这里工作了，那你就干出业绩。只要你干出业绩，那么你肯定会获得提拔的，说不定你以后会升为正厅级干部。一旦你升为正厅级干部，那么有可能调回去工作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的妻子就会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在杨文的办公室里，杨文对我说，杨文啊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我担任丰华县财政局副局长半年后的一天下午，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，结果我在活动中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叫韩丽丽。韩丽丽是青光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虽然她的父亲希望她以后能接管青光集团，但是她却不想接管青光集团。她喜欢文学，她说做作家比做董事长舒服。说实话，我和韩丽丽交谈很投机。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韩丽丽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里对我说，她已经劝她的父亲到丰华县考察了。说实话，听完她的话后，我的心里十分高兴。一个星期后，韩丽丽就带着她的父亲到了丰华县考察。1个月后，青光集团就和丰华县签订了投资100亿的合作协议。协议的内容是，青光集团将在丰华县投资100亿建一个生产基地。3个月后，我被提拔为县发改委主任。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曹燕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问女儿的情况。
我告诉他，女儿现在很好。接着他问我的工作情况，我告诉他，我现在已经是丰华县发改委主任了。赵主任，我们集团将会尽快来丰华县考察。一天上午，我接到了孟总的电话。孟总是一家海外集团的老总，我是在参加一次经济论坛的时候认识他的。半个月后，孟总带队来到了丰华县考察了。孟总，丰华县的自然环境很好，十分适合投资。我对孟总说，赵主任，通过对丰华县的考察，我认为丰华县十分适合投资。孟总说，2个月后，孟总的海外集团就决定到丰华县投资了。有1年，我被提拔为市发改委副主任，杨文还是县委书记。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，赵山，你的业绩很突出，我很清楚市里的意思，市发改委主任的年龄大了，市里提拔你担任市发改委副主任，就是让你以后接主任的班。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的发生让我的职务有了变动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市财政局的何局长因为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。他去世后，市委研究决定破格提拔我担任市财政局局长。说实话，我被提拔就像是坐火箭，在我认识的干部当中，没有哪一个干部的提拔有我这么快。后来我听说是市委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拍板破格提拔我的。我担任市财政局局长仅1年后，组织上就找我谈话了。谈话的内容是组织上决定提拔我担任临南市的副市长。我是知道临南市的情况的，临南市的经济落后，组织上提拔我担任临南市副市长，是希望我担任临南市副市长以后，大力发展临南市的经济。很快，我就被提拔为临南市的副市长了。我担任副市长后，立即考察临南市的自然环境。我经过考察后认为，临南市的自然环境很好，于是我制定了详细的招商计划。一天上午，我带着招商团队去了某经济特区，我们打算在那个经济特区招商。结果，经过3个月的招商，我们引进了12家大型企业到临南市投资。我带着招商团队回到临南市后，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夸我的能力很强。我担任副市长2年后，组织上找我谈话了。谈话的内容是组织上决定破格提拔我担任临南市政协主席。虽然市政协主席是正厅级干部，但是毕竟是到2线了。不过，我对组织上表示，我服从组织的安排。不久，我就担任了临南市政协主席。我担任市政协主席2年后，组织上又找我谈话了。谈话的内容是组织上决定调我到红光市担任市委书记。红光市就是曹燕所在的市。有一天上午，我和省委组织部周部长走进了红光市委的大会议室里。我看到了曹燕和那个和曹燕有一腿的县长。现在的曹燕已经是副县长了，县长已经是市政协副主席。曹燕看到我以后，神情很不自然。我没有给他打电话告诉他，我就要调到红光市担任市委书记。说实话，这么多年过去后，我和他虽然没有离婚，但是我和他早就是形同陌路了。那1年，女儿结婚，我和他一起参加了女儿的婚礼。在婚礼上，我和他故意做作，让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认为我和他是一对恩爱夫妻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和他各奔东西。当周部长宣布我担任红光市市委书记后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回家了。因为我是市委书记，所以我要注意影响。赵山，
你已经很多年不回家住了。曹燕说：是啊，我现在调回来工作了，自然要回家住。由于我担任了红光市市委书记，所以县长主动和曹燕断绝了情人关系。一天上午，市纪委的方书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。赵书记，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。方书记对我说。方书记，你坐下来慢慢说。赵书记，是这样的，有人反映秦副主席受贿。方书记说，秦副主席就是和曹燕有一腿的县长。我说，方书记，有证据吗？有证据。我说，既然有证据，那我们明天就去省纪委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和方书记去省纪委了。我们到了省纪委后，见到了省纪委的陈书记。在陈书记的办公室里，方书记将县长受贿的证据给陈书记看了。陈书记看完证据后说，既然有证据，那就应该立即对秦松进行留置。秦松就是和曹燕有一腿的县长的名字。2天后的一天下午，县长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回到了家里，我发现曹燕神情沮丧。我对他说，曹燕，你怎么了？他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。曹燕说，他犯罪了，肯定要受到惩罚。如果我犯罪呢，也是和他一样要受到惩罚吗？曹燕问我，曹燕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犯罪了？忽然，曹燕哭了，接着他告诉我，他受贿过。我对他说，曹燕，既然你受贿过，就应该去自首。赵山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我要和你离婚。我和你离婚后再去自首。我说，曹燕，你考虑好了吗？曹燕说，我已经考虑好了。我说，既然你已经考虑好了，那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一天下午，我和曹燕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了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听说我和曹燕要离婚，都很惊讶。我对工作人员说，麻烦给我们办理离婚手续吧。我和曹燕走出民政局后，他对我说，赵山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是一个失败的女人，婚姻失败，事业失败。我说，人的因果都是自己造成的，当初你要是不出轨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第二天上午，曹燕去市纪委自首了。下午的时候，方书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。赵书记，我是来向您汇报的。方书记，你是不是向我汇报曹燕受贿的事？是的，既然他自己自首了，那么就应该立即对他进行留置。很快，曹燕就被市纪委留置了。原来他在担任副县长期间多次受贿，受贿金额达到了600多万元。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女儿的电话，女儿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，爸，我听说妈妈被纪委留置了，我真的很伤心。我说，女儿啊，她自己犯罪了，肯定要受到惩罚的。不久，曹燕就被判刑了。我听到他被判刑的消息后，在心里说，天作有雨，人作有祸，所以一个人不能做出不道德的事，一旦做出不道德的事，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后来我再婚了，我的再婚妻子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个女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